有些时候，你之所以觉得世界苛刻，不是因为外界真的残忍，而是因为你对自己太严厉。你把过去的错误反复翻阅，把曾经的失败一次次重播，把别人的一句话牢牢记在心里。你不肯原谅那个曾经做错选择的自己，不肯理解那个当时其实已经尽力的自己。于是内在长期处在对抗状态，对抗自己的脆弱，对抗自己的恐惧，对抗那段不完美的历史。当内在充满批判，神经系统会长期紧绷，你会更敏感于外界的评价，更容易解读成否定，更快进入防御。这样的你自然会觉得世界冷漠，因为你已经先对自己冷漠。与自己和解，不是否认错误，而是承认那时候的你在有限的理解里做了选择。那是一种成熟的回望，你开始看见成长的轨迹，看见跌倒后站起来的痕迹，看见曾经害怕却仍然前行的勇气。当你对自己多一分理解，内在的紧绷会慢慢松开。松开之后，你看世界的角度也会改变。别人的无心之言不再刺痛，一次挫折不再定义全部，延迟不再等于失败。这种转变很细微，却深远，因为你不再把世界当成审判者，你开始把它当成过程。吸引力法则并不只是向外召唤，它更像是一种内在状态的投射。当你内心充满和解，你散发的是柔软，柔软会吸引温和。当你不再对自己苛刻，你也不再对他人苛刻，关系于是变得轻盈。你能聆听，能包容，能给彼此空间。这样的你会遇见同样温柔的回应。世界其实一直如此，只是过去的你太用力对抗。当你与自己握手言和，你会发现呼吸变深了，脚步变稳了，心变宽了。那些曾经觉得困难的人与事，开始有了不同的解读。不是因为他们消失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带着刺。与自己和解是一种深层的释放。当你释放内在的战争，外在的冲突也会减少。你不再急着证明，不再急着辩解，不再急着比较。你开始允许自己存在，而当你允许自己存在，世界也会给你同样的允许。温柔不是从外界给予，它从你内心开始。当你终于愿意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，谢谢你走到这里，那一刻，整个世界的光线都变得柔和起来。在这个总是催促的世界里，平静看起来像是一种退让，好像不够积极，不够野心，不够渴望。于是你学会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回讯息要及时，成果要迅速，改变要立刻发生。心却因此从未真正安放。外在看似前进，内在却始终动荡。你可能以为吸引力来自强烈的企图，来自耀眼的表现，来自夸张的自信。但真正让人安心靠近的，往往是一种稳定。当一个人内心平静，神经系统处于平衡状态，呼吸深而缓，语气稳而轻，眼神不急不躁。这种状态会让人感到安全，而安全是所有关系与合作的基础。你不需要高声证明，不需要过度展示，只是存在就有重量。平静不是没有目标，它是确信自己正在路上。当你知道方向，就不需要慌张；当你相信过程，就不需要焦躁。吸引力法则真正回应的，不是焦虑的渴求，而是稳定的信念。当你内心平静，你的决策更清晰，不被一时情绪左右，不被外界评价动摇。
这样的稳定会带来长远的成果。人会被平静吸引，因为平静代表力量，代表即使风起也不会轻易倾倒，代表即使变动也能找到节奏。当你不再急着抓住一切，你反而更容易承接。当你不再害怕失去，你反而更容易拥有。内心的平静会让你看得更远，你不再只盯着眼前的得失，而是思考整体的方向。这份视野让你选择更成熟的路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生活真的改变，不是因为你更努力，而是因为你更稳定。平静是一种频率，当你长期停留在这个频率，你吸引来的是同样安定的资源，稳定的关系，可靠的合作，长期的成长。你不再需要剧烈起伏来证明存在，你知道自己就在这里，而这份笃定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磁场。在那份平静里，你会明白，真正有力量的从来不是声量，而是深度。而你内心的平静，正是那份深度的来源。我们常常活在未来里，担心还没发生的事，推演还没出现的结果，替未知的情境预先焦虑，好像只要多想一点，就能避免失败。可事实是，越焦急预测，内心越混乱。大脑在高度焦虑时，会优先处理威胁。杏仁核活跃，前额叶的清晰判断被压缩。你以为自己在规划，其实是在恐惧，而恐惧让视野变窄，未来于是看起来模糊，充满不确定与阴影。安住当下，并不是放弃计划，而是把注意力拉回此刻可以掌握的事。一个呼吸，一个行动，一个当下的决定。当你把心安放在现在，神经系统会慢慢稳定，呼吸变得均匀，思绪变得清晰。清晰不是来自想的更多，而是来自杂讯减少。当内在的噪音降低，你会更容易看见真正重要的方向。很多人以为未来需要被掌控，其实未来更需要被对齐。当你每天专注于眼前的成长，未来会在细节里成型。当你把心力投入当下的学习，能力会自然累积。当你珍惜此刻的关系，连结会慢慢稳固。这些当下的选择会铺出一条清晰的路。未来不是突然出现的画面，它是无数个当下的总和。当你越安住于此刻，你越不被过去牵制，也越不被未来恐吓。你开始信任自己的步伐，信任每一步都在累积。吸引力法则在这里，不是急着显化明天，而是稳稳地经营今天。当今天有秩序，明天自然清晰。你不再追逐远方的轮廓，而是一步步让它浮现。这份安定会让你在选择时更笃定，不再摇摆，不再犹豫。当选择笃定，未来就开始有形状。你会发现，原来答案一直在路上，只是过去的你太急着看清远方，忽略了脚下。当你终于把心放回现在，雾会散开，方向会浮现，而未来在你安住的每一刻里，慢慢变得清晰可见。成功常常被想象成某个高峰，站在那里的人耀眼、自信，似乎什么都不缺。于是你把目光放在远方，急着追赶，急着突破，急着证明。却很少有人意识到，真正支撑高峰的，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刺，而是长期的稳定。如果内在长期动荡，即使一度站上高处，也难以久留。焦虑会让决策失准，急躁会让判断偏移，不安会让关系失衡。外在的成功
需要内在的容量承接，而这份容量来自平静。当你现在学会稳住情绪，学会在压力中呼吸，学会在混乱里不失去中心，你正在为未来铺设地基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稳定的情绪状态能强化前额叶功能。前额叶负责规划、判断与长期思考。当它活跃，你不会只看眼前利益，而是考量长远影响。这样的选择会慢慢堆叠出稳固的成果。平静不是被动，它是一种高度的自我调节。当外界起伏时，你仍然能观察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被它吞没。这种能力在未来面对更大挑战时，会成为你的支柱。很多人渴望成功，却忽略修复内在，急着扩张，却没有稳固。当压力一来，整个系统就动摇。你现在练习的平静，也许看起来微不足道。一次深呼吸，一次暂停冲动的回应，一次在焦虑中选择理性。这些细微的练习都在重塑神经回路。当平静成为习惯，你的气场会不同。说话不再急促，决策不再仓促，行动更有节奏。人会感受到你的稳定，稳定带来信任，信任带来合作，合作带来长期机会。看起来像成功的到来，其实是平静的延伸。你不需要现在就证明一切，你需要的是把根扎深。当根稳固，风来也不怕；当地基厚实，楼高也不晃。你现在的平静正在默默累积力量，也许暂时看不见成果，但它正在替你撑开未来的容量。当那一天真的来临，当机会站在你面前，你不会慌乱，因为你早已在日常里为成功准备好了根基。顺利常被误解成外在条件的完美排列。人对了，时间对了，环境对了，于是我们努力调整外在，换工作，换城市，换关系，却很少回头问内在是否稳定。如果心里长期动荡，即使外在条件再好，也会因为焦虑而失去平衡。你可能在机会面前犹豫，在关键时刻自我怀疑，在顺利之中仍然预设失败。内在的不安会让原本平顺的局面变得复杂。神经系统若长期处于警戒，会把中性讯号解读成威胁。一句普通的回复被解读为冷淡，一次正常的延迟被解读为拒绝。于是你开始防卫，开始退缩，开始失去原本可以顺流的节奏。安定是一种深层的信任，信任自己有能力应对变化，信任事情可以逐步展开，信任不完美也不代表崩坏。当你内在稳住，呼吸自然，语气柔和，决策清晰，这种稳定会让人安心，合作更愿意靠近，关系更容易深化，机会更愿意停留。顺利往往不是奇迹，而是摩擦减少。当你不再用焦虑对抗现实，事情自然更流畅。当你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互动变得轻松。当你不再预设最坏情况，行动变得笃定。吸引力法则在这里的运作，其实是频率的共振。安定吸引安定，稳定吸引稳定。当你长期处在平衡的状态，外在的人与事会自动筛选。过度戏剧化的关系会淡出，反复消耗的机会会远离。留下来的是与你频率相符的顺畅。你会发现，生活没有突然大翻转，只是卡住的地方慢慢松开。事情开始接轨，回应开始及时，方向开始明朗。那种感觉不像暴风雨后的狂喜，
更像细水长流的安心。你不再需要剧烈的高潮来证明顺利，因为顺利已经成为日常。当你内在安定，你站在中心，世界围绕着这个中心运行，而不是拉扯你离开。你内在的安定就是那个磁场。当磁场稳固，外在的顺利自然会靠近并停留。我们总以为快一点就能早一点抵达，于是你催促自己成长，催促成果出现，催促关系明朗。你把时间当成敌人，把等待视为浪费。可越是急促，越容易出错；越是焦躁，越看不清方向。神经系统在长期加速状态下会维持高压运转，脑袋不停计算，心跳难以平稳，情绪容易起伏。这种状态看似努力，其实消耗。当你终于愿意慢下来，不是放弃追求，而是调整节奏。你开始允许事情按步骤展开，允许学习需要时间，允许成果需要累积。慢下来的那一刻，呼吸变深，视野变宽。你终于看见细节，看见忽略的资源，看见原本就在身边的支持。慢是一种校准。当你放慢脚步，大脑从反应模式转向整合模式，创造力开始活跃，洞察力开始清晰。你不再为了追赶而奔跑，而是为了对齐而前进。这种对齐会让行动更有效率。你选择更准确，决定更稳定，投入更集中，于是事情反而进展更快。生命并不偏爱急促，它更回应稳定。当你慢下来，你会听见内心真正的声音。那个声音告诉你哪些是重要的，哪些只是焦虑。当杂音减少，方向自然明朗。吸引力法则并不是拼命拉扯未来，它更像是一种节奏同步。当你的节奏稳定，机会会在适合的时机出现，不是提前，也不是延后，而是刚好。很多人误会慢是退步，其实慢是深度。当你给每一步足够的重量，每一步都更扎实。当你不再仓促证明，反而更容易被看见。你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加速不是速度，而是阻力减少。当内在不再急着对抗时间，时间开始配合你，你会发现事情突然变顺，回应变快，机会接连而来。那不是巧合，那是因为你已经准备好。当你终于愿意慢下来，你不再被焦虑推着走，你开始稳稳前行，而生命就在那份稳定里为你加速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